各位朋友，今天德国这家主流媒体《时代报》在晚上刊登了一篇分析中国航天的文章，我觉得有可读性，所以想与大家分享。太空中的中国，中国如何征服太空？登月、登陆火星、自己的空间站，以及不久后的漂浮太阳能发电站，中国正作为新的第二名，在太空中闪闪发光，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配图说明，前往执行历史性任务，3名中国宇航员在发射到天宫空间站及天上的宫殿之前，中国的空间站自2021年4月以来一直在地球轨道上运行。在2030年，一颗星星突然闪亮登场，一个巨大的太阳能电池地毯高悬在太空中。这些电池由中国女工程师组装，并有一种新型的重型火箭掉入轨道。从现在开始，天线将把收集到的能量传回地球，一天24小时都如此。一个北京制造的空间奇迹。任何现在想到的这是科幻小说的人都只对了一半。的确，浮动式太阳能发电站的想法来自俄裔美国作家艾萨克·阿西莫夫，但中国现在真的想实施它。这是中国火箭科学家领军人物之一的龙乐豪最近说的。最早在明年可能发射一个原型到太空，到2050年，光伏组件的发电量应与几个燃煤堆的发电量相当。这些计划雄心勃勃，人们可能会嘲笑二线太空国家日本或印度等，中国则不然。该国现在被认为是全球第2号航天大国。30年来，它一直在遵循一个详细的计划，迄今未产生任何重大失败，这对他的大对手美国的挑战越来越大。长久以来，中国似乎是一个模仿者，但与事实不符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似乎在与一个纯模仿者打交道。中国在波澜不惊的一条条实现俄罗斯和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做过的事。2003年，一名中国人首次绕地球飞行，随后在2008年进行了首次太空漫步，并在2011年进行了首次对接操纵。在西方观察人士来看，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创意，可爱多于威胁。但现在，中国结束了学徒期，完善了其航天技术。除美国外，中国现在在航天方面的花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。2020年是75亿欧元，是本世纪初的3倍。据估计，其中1/3用于有宇航员的发射任务，比美国 NASA 和其他对手都多。中国已经向太空发送了10名男性和2名女性航天员。最近，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用3次发射任务证明，它不应再被低估。2020年底，空间探测器嫦娥5号以中国的月亮女神命名，在月球上着陆，并将一个装有岩石样本的太空舱发射回地球。2021年5月，科学家们让祝融火星车以中国的火女神命名，在火星上着陆。6月，党的领导人为新的空间站天宫举行了落成典礼，3名宇航员在失重下自豪地敬礼。这些成就的意义只是在全盘考虑后才会显现。在月球上完全自动收集样本，并将其送回地球。以前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这样的方式。机器人登陆火星，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实现了，而欧空局 ESA 2次都失败了。在技术上，中国的探测器达到了美国 NASA 15年前的水平。美国在准备一场新的太空竞赛。另一方面，中国的空间站在尺寸和设计上与1990年代的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最为相似。但是，当国际空间站在这个10年中期或末期退役时，它可能突然成为人类在太空中的唯一永久存在。因此，西方人对远东的看法五味杂陈，既惊奇又敬畏。在欧洲，人们正在努力寻找与这个新的超级大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，权衡合作与侵犯人权，以及对美国这个盟友的忠诚。政治层面和军方认为中国的野心是一种威胁，不仅威胁到他们自己在地球轨道和火星之间的威望，而且也威胁到其国家安全。
由拜登任命的美国 NASA 局长比尔·纳尔逊在5月的议会听证会上对着镜头举起一张中国火星车的照片。纳尔逊说：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竞争对手。”他用这张照片来为以前资金不足的阿斯米特计划募集资金。NASA 希望该计划能在2024年将一名美国妇女送上月球。从那一刻起，基调已经确定。美国认为自己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太空竞赛，就像他在60年代所做的那样。当时他急切地想在苏联之前将一面旗帜插进月球土壤。对中国来说，太空是一种万能的武器。然而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新的竞争对手已经将这种太空竞赛抛在脑后。维也纳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的远东专家马可·阿里伯蒂说：“在我看来，中国根本不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场竞赛。诚然，这个国家可能也在计划用女宇航员登月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他们显然并不急于这样做，否则早就有这方面的公告了。中国航天计划的规划者们更喜欢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，他们的长期目标到2049年。”人民共和国将再次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，正如党的领导人习近平在其中国梦中提出的那样。在这方面，航天计划是一种万能的武器。阿里伯蒂说，它将确保经济增长，捍卫军事利益，提供科学知识，加强民族自信。为此，他们正在一丝不苟地完成一个接一个5年计划，不冒太大的风险。最近一个5年计划可以追溯到2016年。其焦点之一是科学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科学只占空间计划的一小部分，它可能会在新版战略文件中再次占据突出地位。专家们预计该文件将在今年年底发布。本10年的亮点已经出现，2024年，一个类似哈勃的太空望远镜将与到时已经建造完成的空间站对接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探测器将出发前往木星的一个卫星。而在2028年，该国的工程师在计划另一项火星任务，其中机器人将把岩石样本带回地球，就像在月球做过那样。如果整个事情成功了，它将领先于 NASA 和欧空局，他们在2年后才有类似计划。配图说明：向党领导致敬。2021年6月，中国宇航员汤洪波、聂海胜和刘伯明在新落成的天宫空间站。另一方面，中国经济不仅有望从地球轨道上的太阳能发电厂，或从2020年已完成组网的北斗卫星网络等项目中受益，但也从自2014年以来在该国成立的100多家火箭初创公司受益。许多企业家的目标是模仿埃隆·马斯克的公司 SpaceX， 他在西方10年内完全改变了火箭发射市场。但中国不是美国。最后，共产党发号施令，有时还会剪掉过于成功的企业家的翅膀。阿里巴巴交易平台的创始人马云就发现了这一点。在太空中，该政权最终在乎也是权力。太空计划部分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影响，外人很难判断军方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些地方有发言权。在太空中形成2个权力集团。美国已经在2011年通过法律禁止与对手的任何合作，因此中国是唯一不被允许飞往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国家，而且在美国 NASA 的阿斯米特登月计划上的合作也被排除在外。北京领导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反应，他现在与俄罗斯一起计划在2036年建立自己的月球基地，并邀请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加入进来。然而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，任何参加国际月球研究站的人都不能成为阿斯米特的一部分。因此，马可·阿里伯蒂预测，从中期来看，航天方面将形成2个权力集团，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民主轴心，以及围绕中国和俄罗斯的威权集团。作为前期工作，中国已经开始帮助委内瑞拉、巴基斯坦、玻利维亚、白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发射卫星和其他空间事务。同时，国家机器对批评者和少数民族的镇压也越来越严厉。对欧洲来说，现在是一个复杂的时代。欧洲研究人员已经与中国同事合作了很长时间，
例如在龙地球观测计划或计划中的科研卫星项目微教上，尤其是民间的中国科学院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。欧空局负责中国事务的外交官说，这种科学层面的桥梁会非常有帮助。对月球基地的争吵，但是一旦项目有了政治层面，例如因为涉及宇航员飞行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。德国的宇航员毛勒也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。实际上有一个协议，让他或他的一个女同事加入现在落成的中国空间站。为此，毛勒学习了普通话，并如2017年在中国培训了一段时间。但据欧空局说，最终与美国的贸易战和不断恶化的政治气候使得这项任务无法完成。与此相反，毛勒现在将在秋季访问国际空间站，同时欧空局必须对航天飞行的方向做出决定，继续寻求与中国的合作，即使其美国朋友不喜欢他，或者完全投身于美国的月球计划。后者可能需要一些努力，也包括德国政府方面的努力。几个月来 NASA 议定了一份合同，想要规范合作，这引起人们不满。航天律师批评这些阿特米斯协议，因为它们可能被用来为自己在月球上的区域提出主权要求，这与现行空间法相抵触。但任何想与美国一起进入太空的国家，可能都必须签署这份文件。德国知识点评：本来我不想发表任何点评的，但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。这虽然是科技文章，但前面的文字有不少极度充满政治偏见及意识形态的描述。德国人自己都说了，是美国通过法律形式把中国排除在外，中国当然不得不另起炉灶了。太空中也形成两大阵营，完全是美国为首的所谓自由轴心先挑起的。而这一段更明确了，谁到底是这个地球上最喜欢行使霸权的国家？强迫站队，这太无耻了。而中国正相反，欢迎各国参加到中国的空间计划。谁是恶霸，谁是好人，难道还不明白吗？可惜西方国家不少人，特别是普通人，实在是眼瞎，一想到中国就是媒体给他们洗脑出的那个所谓的万恶的独裁，而美国就是民主的灯塔。从美国强迫各国签署这份文件就可以看出，这个国家的人格有多恶心。我倒很想知道德国宇航员毛勒对此有什么看法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因此欧空局国家被迫应对。然而在马可·阿里伯蒂看来，几年前他们本有机会在中美权力集团之间发挥调解作用。2015年，当时的欧空局负责人约翰·底特里希·werner提议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月球基地，做一个真正的国际项目，将所有国家聚集起来。但这一想法需要得到欧空局主要成员国的大力支持。阿尔伯蒂说，对月亮村计划的支持未能实现，相反，他们迷失在产业政策的细枝末节中。至少有一次，来自中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欧洲和美国的女宇航员在一起训练，那是在2016年萨丁岛的一次洞穴探险中。当时的照片显示，6个穿着潜水服的人面带微笑，他们看起来当然不像是来自竞争激烈的地球各地的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读者留言。有的人可能对中国的了解比较深入，所以比较客观，有的接受的信息完全来自西方自己的媒体，相当于复读机。今天我按读者发帖的时间，同时选择关注度较高的来翻译。这位读者是对习近平说的，中国要在2049年成为发达国家。他说，我担心在此期间，中国人也会实现这一目标。欧洲不断地揉搓着自己惊奇的眼睛，一直半死不活地处于停滞状态。这也是宣传，首先是宣传。如果中国继续朝着独裁和攻击邻国的方向发展，就不会有和平崛起。先生们，当冷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，美国和苏联已经在太空方面进行合作，为什么这不适用于中国呢？即使中国在某个时候是最强的大国，第2和第3大国也会结盟，中国将变得强大，但美国将始终保持全球玩家的地位。即使是中国，也无法对抗美国、欧盟、印度、日本、韩国和其他任何国家。上帝啊，你们需要听听自己的声音，中国不是魔鬼。
因为美国现在认为自己处于与中国的世界末日般的最后决战中，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美国仍然是霸主，否则就会完蛋。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是霸主，这就是为什么这将以武力冲突结束。最后这半句可能是拉丁语，我无法翻译。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独裁的优势。这种项目可以规划到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，因为没有政客或政党需要担心连任问题。20年后，他们只剩下60岁以上的居民。此外，他们的导弹上一定会有一些塑料螺丝和用粘合剂粘到导弹上的开关。欧洲人只能惊叹于中国长期的规划视野。在中国，一些地方看起来非常混乱，但长期规划被严格遵守。除了严密的政治领导之外，还有2件事情需要担心。首先，看起来中国在国家采购方面的效率比西方高得多。在中国，不幸的是，有时我们会觉得中国的国家像私营经济那样，效率数倍于我们。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，如果北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采购，对我们来说，这将是致命的。据布鲁金研究所称，中共很会人和民众的心态。传统上，秩序、工作、科学享有很高的地位，但与西方不同的是，中国人更愿意尝试新的东西，愿意离开常规的老路。就是因为向上发展，人们期待从变化中得到提高。与我们截然不同，在这里，人们担心变化太快，导致事情更糟，而这并非毫无理由。美国的政客们在通过禁止两国在太空事务方面合作的法律时，肯定没有想到今天会是这样。同样有趣的是，当其他国家走自己的路时，美国认为这是侵略行为。是我没看懂，还是文章中遗漏了一个关键的地方？2007年，中国用中程导弹击落了一颗卫星，增加了大量的太空碎片，并大大的加速了凯斯勒效应。一个行为如此不负责任的人，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独裁者，目前正在进行2次种族灭绝，其他人正确的说是种族谋杀。他们光鲜的广告是不值得信任的。是的，遗憾的是，目前我们必须总是假设中国有不良的图谋，屠杀自己人民的人在其他事情面前也毫无顾忌。尽管中国的声誉不佳，但他始终如一地实现愿景，这很令人惊讶。我确实觉得相当好的是，中国正在追求真正的未来计划。当然，在我们这里并不那么容易，我们仍然希望看到德国、欧盟有更多的行动，否则我们当然必须注意到美国如何迷失自我。美国实际上已经输了，美国的社会有自己的问题，而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在毁掉自己的国家。见今天关于最高法院的文章。而中国只是笑笑。欧盟当然远远落后了，实际上轮不到欧盟说话，我们也在用我们的政治和欧盟的分裂来摧毁我们自己。你好，勒庞、欧尔班和其他人。人们可以相信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，事情的发展就像时钟运行一样，中国可能只是在以下情况才会动摇：他们非常傲慢，犯了大错误，给自己制造了麻烦，或者大自然反噬，气候变化会竖起一个硬性的停止牌。向中国表示祝贺。我自己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7年，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，我是一名工程师，在特殊机械工程的机器软件开发领域为知名的国际公司工作。我报名参加了外派亚洲的任务。2009年在印度班加罗尔和中国长春工作了几个月，我们总是乘坐商务舱，住最好的酒店。正是在那里，我遇到并爱上了我现在的妻子。然后他说服我从2013年到2019年完全搬到中国，为一家汽车行业的德国公司工作。之后我在上海安亭和太仓工作过，帮助建立大型新工厂，并开发用于生产数据采集和分析的 MES 系统。中国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国家，有伟大的人民，超级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，超级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，很棒的住房，漂亮的城市，美妙的购物中心，超级美味的餐厅，非常伟大的文化和旅游区，实在非常非常棒。中国政府在发展国家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工作，每个喜欢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。少数民族在中国也有非常特殊的地位，并得到支持，如果他们想参与和融入中国这个大家庭。
我期待着您会得到滚去那里啊的回复。我去过深圳和香港，相比之下，纽约就像第三世界。德国之士说明，有些读者眼红那位软件工程师，说他在中国属于上层阶级，当然觉得中国很好，所以这位软件工程师现在做出以下回应。他说，我无法理解您的不客观的、充满攻击性的指责，我只是报道我的真实生活。如果你愿意与我联系，我可以提供所有的细节、文件和照片。我可以向你介绍我的中国妻子。我有中国的驾照和中国的汽车，一辆长城哈佛 H6， 一辆超级好的 SUV。我用2天时间从上海开到西安，1300公里。我在中国走过很多地方，去过宁波、南通、南京、台中、无锡、苏州、杭州、厦门、长春、重庆、北京。我们还去过越南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。我是一个非常热爱亚洲和亚洲文化的人，我甚至可以自己蒸小笼包。至少人家讲述了他们在中国的个人经历。另一方面，除了个人侮辱之外，您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论据。我只能遗憾地说，这很可悲。这位读者对文章中的这句话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在西方观察人士来看，所有这些都没有创意，可爱多于威胁。他说，为什么西方总是马上感到威胁呢？是遗传基因出了什么问题？中国将成为世界强权，通往世界强权的路可能是和平的，但我仍然看到很大的危险，会出现大的冲突。总会有冲突的，但我不相信有大规模的军事对抗。中国没有希特勒，那里的人民对健康的关注不亚于这里。我一直不理解，在这样的文章中，中国总是被称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。中国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就像长颈鹿与微积分的关系一样。这个词被永久使用，就像描述朝鲜的情况一样。当人们听到共产主义时，一定会自动产生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。将美国梦全球化的做法并不成功，现在他继续抨击中国，没有得到任何教训。整个中美洲都被美国束缚着，还有中东，美国和欧洲把那里搞乱。与美欧相比，中国还差得远。我只是希望中国人做得更好。向中国表示祝贺。在美国，过去和现在被誉为科学进步的东西不可能是坏的。地球上每6个居民就有1个是中国人，按百分比计算，这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20%。中国人是一个聪明的民族，勤劳、自律，专注于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权益。中国人一般也很能适应新宣传的目标，经济、政治。德国知识点评。看到这里，我不得不又发话，普通西方人的算术堪忧。我大胆地说，中国小学生也不会说1/6换算成百分比是 20%。不过这位读者的评论还是相对公正的。我们继续。中国有8种民族语言，但只有1种文字，有助于沟通。不仅在中国，而且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相互之间也是如此。中国没有种姓制度，印度有，同样占世界人口 20%。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，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派别。8个被容忍的宗教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在国家结构中形成障碍。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在中国还掀不起任何风浪。中国不是联邦制国家，中国有一个中央政府，负责计划、决定、指导，到目前为止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。由于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优势来获得成功，中国不仅在地球上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，显然在太空中也是如此。这并不奇怪。补充一点，对于上面列出的内容，这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喜欢它，这是关于中国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中国的发展是巨大的，在国家的内陆地区也是如此。我不同意你的所有观点。个人成功和个人财富乐于与自己的家人分享，是中国人努力工作、自我提升和承担创业风险的基本动力。在德国公司短期工作过的中国人只是惊讶地摇摇头。例如，职业疲惫在德国是个问题，他们往往认为德国的工作速度、工作时间和绩效压力更像是一个疗养机构，而不是一个高绩效的公司。一个中国合作伙伴曾向我总结了德国和中国之间的社会差异。
你们德国大规模的培训社会工作者，我们中国培训技术工人和工程师。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应该是不可阻挡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以这位读者这句话来收尾吧。我发现有些负面评论中国的几乎没有人关注，而正面评论中国的点赞数不算低，有的还挺高。所以可以这样说，中国的科技进步在德国也越来越被人们看得见以及接受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也是我以前提到过的，真正到过中国，在中国生活工作过的老外对中国的评价相当高，有时甚至有点夸张的高。由此也认证了我告诉各位的，西方媒体对中国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抹黑，而不是基于事实。比如我家现在这位就特别反感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，他说德国的媒体就是为美国服务的。谢谢大家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